耗时2天就地取材改造20级中的湖边台阶，自己动手改造北三面水牢房155级，这级改造湖边台阶。此前已经对湖边垮塌的宝坎进行了逆天改命，重获新生。宝坎的高度有 1.5 米左右，这次为了方便下水，准备在这个位置做一个下湖的台阶。现在面临一个难题，台阶的石板需要在湖边寻找。这里有1块，然后那边有2块，相对比较平整的。这边草丛里面好像也有2块，看这品相还可以。里面好像也有1块吧，13块。找到了就先搬过去，没想到在搬运第1块就翻车了，石板断成2截。还好第1块石板不是特别规则，这也算给我上了一课。之后在搬运石板的时候必须得格外小心。这块石板太大了，搬不动。把刚刚找的石板搬过来之后，又发现了1块条石，这块条石正好可以开成2张板。因为台阶不同于之前砌的宝坎，石头可大可小，台阶需要石板的厚度大小都相差无几。到目前为止已经攒了7张石板了，但是还远远不够，只能到其他地方再看一看。这块石板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好看的1块，然后下面也有1块，大小也差不多。下面湖边可能还找得出来1块。翻斗车不堪重负，急需抢救。这块条石好像是以前大门用的铁链，都还在。到目前为止，终于集齐了台阶的石板，现在终于可以开始垒砌了。因为石板厚度不一，并且每一块的宽度又有不同，为了之后台阶能更为平缓，台阶只能延伸出宝坎，这样才能保证有足够的跨度。
石板是从下往上铺，每块石板又要压在上一块石板的上面。刚开始的几题后期使用的频率并不高，所以先把不规则的先用掉了。看来存储山洞需要加快进程改造，快要到收获的季节了。只有这里还有块空地。这块石头我准备放在一个关键的位置。小手湖边的台阶旁边也有一块这样凸出来的石头，不仅可以用来当做洗衣板，我也经常坐在上面看着湖面，因为那时候湖里还能用网相养鱼。爸妈经常在船上，我只能坐在这里等着他们归来。最重要，以前家里也不通路，出门只能靠船，所以台阶旁边的石头还是坐着休息等船的地方，承载了太多的回忆。
现在湖边下水的台阶算是砌好了。当我坐在这块石头一瞬间，小石头画面就在脑海中呈现，仿佛就像是昨天。台阶总共砌了12步，往年最高的水位线差不多在第8步左右，这样上面还有4步不会被水淹没，所以这2步的石板相对于更宽敞，因为以后可能经常会在这里取水用水。带各位帖子远程感受一下。因为现在湖水已经上升，明年枯水期的时候再往下面延伸台阶。因为我们接到村里的通知，今年的水位线可能会比往年上涨一点，所以宝坎的高度最终还是要看过段时间的水位线才能做决定。目前我是想找一些大块的石头，到时候宝坎的最上面一层就用大石头来压顶，就像这样，石头的高度不一，最后再种上自己喜欢的植物，效果应该不错。最后给大家讲一下这块地目前我的规划。最左边因为靠近陡坡，这里可以做成大棚，平时可以用作植物繁殖的花房，冬天也可以种草莓和蔬菜。这个地方坡度比较缓和，可以做一条通往这块地的路，之后再把这块石头想办法搬运过来做个石桌，喝茶和烧烤。其他地方可以种上自己喜欢的植物或花草，你们还有更好的建议吗？宝坎下面长草的地方，明年枯水期的时候在湖里捡些石头，把有草的地方都铺上石头，既可以固土又不会长草。最后给大家看看湖边宝坎的全貌。